前段时间，有位中国女留学生食堂打饭呢，就多吃了一片肉，结果把韩国人整破防了，连夜用3种语言全校通报批评。那不是韩国不是发达国家吗？年收入也有个20万，怎么连肉都吃不起吗？那当然不是，韩国人均肉消耗量近60公斤，在全世界也属于较高的。他们不是吃不起肉，而是吃不起牛肉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。韩国位于朝鲜半岛，与朝鲜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10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5144万人。韩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呢，人均 GDP 有个3.3万美元，当地人的平均收入一年也能赚个20万人民币。就算他们物价再高，说吃不起肉呢，那肯定是在开玩笑。哪怕是牛肉，其实呢，韩国人均牛肉消耗量在2003年就已经超过了10公斤了，而我国呢，2020年人均牛肉消耗量才6公斤，只有韩国的一半。那为啥说韩国人会吃不起牛肉呢？这里吧有个前提，他们吃不起的牛肉呢是韩牛，说简单点就是韩国自己产的本土牛肉，这种牛他吃不起。进口牛肉在韩国呢一斤还不到100人民币，而韩牛不一样啊，便宜点的呢就要500多，贵一点的甚至要700多一斤。要知道现在金价也才500多，你一斤牛肉比黄金还贵，怎么个事儿？也难怪韩牛在韩国会是顶尖奢侈品。逢年过节呢，送其他的可能会不开心，但要送韩牛，哪怕只有几片寒酸的不行，韩国人也是如获珍宝。就这价格，你说韩国人能不如获珍宝吗？这送到哪是牛肉啊，分明是钱呢。很奇怪啊，按理来说呢，进口的东西加上运费啊、关税啥的，或多或少价格都要比本土产的要贵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但韩国就不一样，国产的牛肉在有先天的地理优势下，居然比进口肉还要贵，这是为啥？本来吧，一开始韩国牛肉的价格是没有现在这么夸张的，而且那个时候呢，韩国人吃的牛肉大多都是进口美国牛肉，美国农业发达，牛肉产量高，价格还低。但问题就是美国那牛吧爱生病，时不时闹点疯牛病啊、牛瘟啥的，一旦没注意就很容易吃出毛病。2003年，韩国就因为美国牛肉闹疯牛病，闹到大量民众上街，要求政府呢禁止进口美国牛肉。毕竟当时韩国呢是美国牛肉第3大进口国，每年10几20万吨，谁能保证这里面就没有疯牛病的牛肉呢？这时候在那会儿吧，闹得还挺大的，甚至有官员为此辞职。韩国呢也是难得的硬气了一回。然而美国牛肉没了，导致的结果就是韩国压根儿没有美国牛肉的替代品，想吃呢只能吃自家产的牛肉。虽然他们是有，但毕竟韩国的面积就那么点儿大，而且大部分面积呢都是山地，可耕地面积少得可怜。完了，这点土地得种粮食、种蔬菜，还得放牧，最后产量呢完全不够几千万人吃的，远远低于需求的韩国牛肉价格呢可不噌的一下猛涨价吗？没用几年时间，价格直接窜到了700多一斤，甚至上1000块一斤的也不是没有。当然，供需关系呢只是次要的，主要原因还得是韩国人自己做的。在韩国吧，其实不止牛肉贵，还有很多东西，比如说大白菜、西瓜等，价格都不便宜。除了产量不高之外，最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韩国人有种奇葩的观念，叫深土不二。这啥意思啊？说直白点呢，就是自己家的东西永远都是最好的，那些进口产品呢，便宜是便宜，但他们的质量也差。这种观念吧，不仅是体现在价格上，哪怕有2个相同的东西，韩国产的品质低点，韩国人也会义无反顾的选择自己产的东西。再说大点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，来维护本国产品的竞争力。但又不是明文规定，就算别人不满呢，想指责也找不到理由。那为啥韩国会有这种奇葩的观念呢？有句话叫做缺啥补啥。韩国呢老是热衷于偷咱们的文化，不就是因为他们没有？像农业这种先天就不足的，韩国依旧不信邪，非得让它变得厉害起来。不过想从硬件上改呢，怎么也改不了，没办法，那就只能从侧面下手了，拼命给自己贴金了。所以你会看到价格堪比金价的牛肉。当然呢，要面子是真的，想要赚钱的心呢也是真的。进口牛肉产品大量占据韩国人的生活，你这让本来产量就少的韩国产品呢怎么卖出去呀？卖不出去，那他们怎么赚钱？所以这些人呢会相当积极的推行深土不二，给民众洗脑，本土的东西好，大家都来买自家品牌，开始抵制看不起进口货，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心安理得的涨价。不过不管韩国人心里再怎么看不起进口牛肉，但吃的时候呢，该说真香还是会说真香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俺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